大家好，今天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个 One Panel 如何建站，如何搭建 WordPress。有些小伙伴呢说觉得 Line 的这个好是好，但是他还是喜欢界面，尊重所有小伙伴的选择。我先找一台韩国的 CN2 大带宽的机器，我们先试一下。我已经把它重装成了乌班图 22.04， 这个是公网 IP。徕卡云这边整体上来讲还是蛮稳定的。和他们接触也有1-2年了，美国机房他们有的时候会换。好，我们通过 SSH 工具连接到这台 VPS 上。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址，这个是 Line 的博客博客下面的第一个置顶就是我们的一键脚本。我们乌班图就先运行这行命令先把依赖装一下，还是比较简单的，无需大家有任何代码基础你只要有 VPS 能连接 SSH， 并且你买一个域名，问题就不大了。依赖装好以后，我们就运行 Line 的这个一键脚本。这个是官网的，这个 GitHub 的，这个是国内的云服务器的非常好。我们来开始安装 One Panel。 11选择3，选择 Y。 One Panel 安装呢其实非常迅速，要比宝塔快很多，但是我也会说它有它的问题，操作比较繁琐建一个站其实要做的事情还是蛮多的，但是好在都是可视化的。这边呢给它一个路径，我们默认回车，它就把 One Panel 下载安装到这里。如果你网比较卡的话，它下载安装包环境会比较慢。这边它给我们提供了个端口我们回车就行了，就默认用它的端口。这边默认用它的安全入口，这块用它默认的回车。这样 One Panel 搭建好了，它会给你个公网 IPv4 地址，还有个内网地址。如果你有 IPv6 的话，还会给你一个 IPv6 的地址。这个安全入口呢，就是这个后缀的随机路径。我们就可以看到 One Panel 的登录页面，输入刚才生成的用户名和密码，勾选下面的同意，点击登录。登录成功，这样的 One Panel 就已经创建好了。我们之前已经介绍了 One Panel 的基本界面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就直入主题。我们来到应用市场 OpenResting 点击安装，给它容器名起个名字叫 Nginx。 下一步它这边跳转呢就不是特别合适我个人认为它应该还在这个界面，因为我还要装其他的。那我们再装一个 MyCircle，它这边都不是最新版本，那我们就用它给我们提供的版本这边会有这些版本，因为现在已经是 8.4 了它这边还是 8.2。 好，这个给我们的一个 root 密码，你可以点开这个小眼睛可以看到 root 密码的信息和内容，这些都不需要动。端口外部不需要开放，因为我们都在 One Panel 的网络环境下内部流转，点击完成。它会提示我们外部如果没开放是访问不了的没关系。好，这是2个我们再接着装。我们把我们的 LNMP 的环境全部装好，还有 Redis 这边复制过来 Redis 给它起个名字。好，其他的什么东西都不用设置我们依然点击下一步，点击确定。最后一个组件PHP 我们选择 8.2 这个版本，然后它就会跳转到它这个运行环境。我们创建环境，它这边专门给 PHP 写了一个交互，然后我们从应用商店来获取版本的话就是这个最新的这个版本我们现在其实有 8.3.7 了，但它这边没有。这应该是 One Panel 自己做的 PHP 镜像，它为了快速部署所以蛮拼的。选择装扩展的那个源如果你是海外的话，你就选择默认官方的 LPAN 的 CDN 的这个。如果你是国内的话，你这里面的其实任意可以选，阿里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海外的，因为我们在韩国嘛，扩展我们可以使用默认安装，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些。这边呢我们需要装一个这个缓存的 Redis 也要装上，这个也要装上，这些都是 WordPress 等一些主流的 CMS 都是需要的。然后还有这个很重要的数据库的 MySQL I， 这个的话苹果 CMS 论坛他们有一些都是需要这个 MySQL 的扩展，都是对于数据库进行对接的。我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装 WordPress？ 是因为 One Panel 市场给我们提供的那个 WordPress 它是内置阿帕奇的，内置阿帕奇对我们来讲就多了一道代理，所以性能上各方面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就装一个纯粹的 WordPress LNMP 的 WordPress。 还有这个组件也是很多他们需要的这个 SG11， 然后下面这个我们要勾一下
当然 WordPress 是不需要这个，就装这么多扩展，直接点击部署就行了。输出日志啊，这个我们就可以关闭了，让它自己去后台装吧。这也是为什么面板有面板的好处，就是它等待不需要你前端等待。它现在在制作镜像，我们稍等一会儿。然后我们现在就去解析一个域名，解析到这台服务器上。我们买的域名呢，海外的话一般都挂在 Cloudflare 这边，选择我们的 COM 这个域名，然后 DNS 创建一条 DNS 记录，@表示跟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如果你再加前缀，那就是2级域名。我们复制刚才的 VPS 的 IP， 开启小云朵，点击保存 SLTLS 这个地方点开。如果大家没动的话，默认应该是灵活，你要把它选择到完全严格，这样的会更安全，也是全跟 Cloudflare 对接。那我们复制一下这个，看一下能不能并通。开始菜单 CMD 啊，这边给我分配了一个 Cloudflare 的 IPv6 地址啊，我们的原站 IP 已经被隐藏了。好，我们回到 OnePanel 这边啊，它这个装扩展其实跟 Line 那边差不多，它也是比较慢，我们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这个还是跟网络有关系。我看他们对底层安装 PHP 扩展这块也是有一定优化的。创建一个数据库吧，因为 MySQL 已经装好了，创建一个数据库，专给这个 WordPress 用的。这个数据库的名称，用户名呢也就是 WP， 密码给它一个随机的就可以了。这样数据库就安装完成了。跟宝塔有一些区别，就是数据库不是跟随你网站创建时候一起创建的。我们网站这边可以把我们刚才解析的那个域名添加进来，点击添加，这边选择运行环境，我们把我们刚才那个域名填进来。下面呢，如果你有 3W 的，你也可以填在下面。然后这边监听 IPv6， 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点击完成，我们站点就已经配置创建好了。好，我们回到运行环境，我们可以发现刚才制作中，现在变成正常了，就表明 PHP 已经配置 OK 了。证书在于制作，先添加一个这个 ACME 的账号。短信续签啊之类的，它都会通知的啊。这边点击，好，我们来创建我们的域名证书。当然，你有多个域名可以在下面输入，自动去识别我们的 ACME 的账号，选择 HTTP， 默认勾选自动续签证书，申请。所以它申请证书前呢，会操作很多。证书已经申请成功了，证书申请成功，它就会在这个地方显示。过期时间都可以在这边去管理你这个证书。我们就来到网站，点进去 HTTPS 我们把刚才申请的证书加进来，这边勾选，这个证书就已经有了，完成。回到我们网站看一下，在这边呢，你选择你的域名设置，然后点击这个飞机，它这个欢迎页面就是欢迎使用 PHP， 它当前的一个版本，它已经安装的一些扩展。好，我们的网站正常能运行了以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放源码啊，放源码怎么放呢？我们这边有一个网站目录，到它的文件管理里头来，那就跳到这儿了。我们把源码放到这个 index 的这个目录下，这块呢是你的 log， 这个是你的证书，然后它现在里面就一个文件，它这边呢不支持右键，这也是我觉得未来要加的啊，因为宝塔那边其实右键状态其实挺方便的啊，我们把它删掉。好，那我们接下来来下载源码啊，点击这个打开远程下载，我们把源码地址复制进来，来到 Line 的导航站啊，来到 WordPress 点开，这边呢就是最新的源码啊 6.5.2， 点击复制，回到我们的 OnePanel啊，把这个粘贴进来，然后它就会自动读取名称，然后我们点击确定。我们先只是拿 WordPress 做例子啊，其实你可以搭建任何网站。然后它这边就开始进行一个下载，它下载好以后，它这个窗口不会关闭，好像让我们自己关闭，这个也要优化一下。好，我们需要解压一下这个，然后我们就默认就好了，点击确定。然后它就会在相同的目录解压一个 WordPress 这个目录，然后第一个啊点进去，然后点击我们这个域名，再回来，然后我们选择这个 WordPress， 因为它的 index 的入口文件就是放在这个位置的。这块选择完以后呢，我们点击保存并重建，我们再回到站点，然后点击 OK， 我们的 WordPress 呢就已经创建好了。好，我们把我们刚才的用户数据库啊输入一下，数据库名称放在这儿 WP， 用户名也是 WP 啊，然后密码呢我们复制一下，把它改成 MySQL， 然后我们点击登录，就是我必须要自己去配置一下这个文件。
全选复制这个文档里头，然后 index 的进来以后找到我们的 configure 的那个文件，我们先把它下载下来。好，下载下来以后呢，我们在本地进行编辑一下它，点进去 OK， 然后把这个呢全部替换就把我们这些都输入进来了。保存以后呢，我们需要把它命名成这个文件，回到 One Panel 看把它拖进来能不能行。好像不支持拖入，不支持拖入，那我们就上传它这些细节呢可能还是要再优化一下，直觉上的东西它其实还没做它就上传成功了，那就能看到这个 configure 文件了。来，我们这边就运行，输入网站的名称，随便给它一个邮箱可用的，这边呢要保存一下点击登录 OK， 它这个 WordPress 呢就已经创建了，然后我们又发现了新的版本，这个确实有问题，录到后头有点崩溃我能解决，但是小白不一定能解决所以要在后头加东西的。来，我们搜一下 LDNMP。来，我这边有一个 WordPress 的这个配置对，我需要把这些东西拷进去，然后回到 One Panel， 这边有个 configure， 我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然后拉到最底下，这边回车2下，粘贴进来。这个呢是刚才我们更新的时候用这个不用 FTP 的一种方式然后下面的这2个呢跟 Redis 有关系的，这3行都得加一下，然后 Ctrl S 保存一下。保存好以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这边呢，我们再刷新一下，更新一下。升级失败可还行，全是问题无法验证 WordPress zip 包的真实性。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是给权限的命令，就是 One Panel 那边呢，它没办法给到很准确的权限，要么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给权限，因为不给权限的话，你有一些源码网站呢，它像安装插件、更新系统、更新软件包、更新主题，这些你都做不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态，就除了你要把那个 FTP 处理了，这边你还要这样的去给权限，这个呢是你的容器名。所以 One Panel 呢在这方面其实还是有一些我可能没触及到的，我可能没办法在它内部界面可视化界面去解决的问题。现在这个 WordPress 呢是可以更新可以安装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把主题装一下，我一般喜欢使用这个主题。好，然后安装。其实用 Land 的那一套脚本呢，这些全其实都已经被跑通过的，来到它这边卡住了也只是暂时的都能解决。我们装个这个主题，有可能装主题也会报错，因为 PHP 脚本的那个参数可能还要再调一下。好像可以，确实可以OK， 那我们这个网站呢就已经搭建好了，这个是用 One Panel 搭的。好了，翻译的也升级成功了。工具里头有一个站点健康，看信息，你通过信息是能看出一些端倪的。OK， 它内存确实是调大了的。这个最大 host 能够支持100，我是设置的是50，所以它才能去安装那个主题，要不然它装不了。然后点开站点，这块点开，伪静态的没加。切到其他的也没有问题 OK， 现在确实是没有问题的，每个模块都没有问题。然后你改成文章模式，我看一下，看到了吗？现在呢它就跳404了。为什么跳404？就是你需要再加一个伪静态，这样的话方便你对链接进行优化， SEO 会更好。所以你这边呢就把 WordPress 的这个加上，然后点击保存。保存好以后再点这些周边的这些页面就可以了，看到吗？然后这里面的内容就 OK 了。就说嘛，防盗链根据你自己需求进行添加，允许来源为空就不采用这个带域名的，也不跳404，你都可以进行缓存30天，你也可以自己去调你可以调的东西挺多的，秒、分钟，这个流量限制也调一下这个可以开启，对你的网站防御会有一定帮助。然后你就使用这种论坛图片站，它都有对应的方案，保存一下。好，这样的你网站的初步的防御就 OK 了。
那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